看我到对面高地打，我在复活，他媽的，太 C 了！知道什麼叫傳奇英雄嗎？不知道。我在天上，死了，我又复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線玩家2.0頻道。我今天手上發布的是前幾天，說錯了，你發布的呀？我手上是前幾天剛剛發布的紅米 Turbo 5 Max 6.83英寸9000電池。天玑9500S 的處理器，我這個是起售價12+56版本，比它的 Max 只便宜200塊錢的紅米 Turbo 5天玑8500是7560的電池，感覺閹割了不少東西啊。今天看看表現會有什麼樣的差距啊？我是短相指紋 ，Max 是超聲波，太棒了。雖然說他們的起售價只差200，但是你在線下呢是買不到這個 Turbo 5的12+56版本的，只有線上有啊。所以你在線下可能價格會差得更多。剛剛好，你們的主戰場給你們加了 buff， 這台呢重出江湖了呀，真我Neo 8依舊是8000的電池，6.78英寸的屏幕。那續航我覺得沒得打了，跟你 battle 一下，把你幹死。OK， 真的嗎？幹不死怎麼辦？幹不死就幹死你。我这個只有7000電池，而且芯片還垃圾點，很明顯是陪跑的呀。感覺它就是為了賣這個 Max 來出的這個 Turbo 5啊。我的處理器呢是驍龍8Gen 5啊。打你2台天玑，我觉得沒有任何問題。那不好說吧，我是 S 哎。你是 M， 你是 M， 你是 M， 你是 M。那反正你們倆幹不過，我就幹鏡頭前面這個了。好了，什麼東西？另外，我這個真我Neo 8呀，它的後蓋也比較有設計感呀。這種什麼透明設計，包括還有一個同價位沒有的長焦啊，一個歪嘴。好的，那麼相關的設置以及流程，我們會打在公屏的某個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。那麼接下來開始打王者吧。我們來看一下設置啊，我這台真我Neo 8呢，最高是開到144加最高的畫質，另外2台紅米呢是120加最高的畫質，比較廢物啊。那我就遷就一下他們2個吧，也開到120。3台手機我們已經調整過了自動亮度，現在來看一下亮度吧。中間的這台 Turbo 5 Max 會稍微亮一點，那我就拉到跟中間的紅米一樣吧。我們3台手機差不多開到一半的音量，我剛才聽了一下，差不多都。我在這邊聽，感覺也沒有哪台手機聲音更大一點。第一把王者榮耀5v5我們打了16分鐘啊，另外2台都沒有問題啊，只有我的這個 Turbo 5的芯片差一點啊，在打激烈團戰的時候呢，它的幀率不是很穩，會掉到115甚至110左右啊。那麼第2把呢，我們就把遊戲箱的設置打開吧。這2台紅米的顯示增強還有點區別啊，我這賣的這麼貴的竟然沒有超級分辨率，就插着遊戲 HDR 吧，然後把那什麼觸控的也增強也打開了。我的真我呢，照例還是開啟一個超級 HDR 畫質以及一個高分辨率。並且呢，在操控設置裡面打開了這個高頻響應啊。第2把王者榮耀5v5我們打了快9分鐘啊，另外2台還是什麼問題都沒有。我這台紅米 Turbo 5呢，還是打團的時候幀率不是很穩啊，會在115幀左右。剛剛韓某跟櫻木啊，作為這個射輔打對面這個上單啊，司空震是猛幹他們2個，然後呢打完之後韓某沒血了，櫻木果斷就賣了，韓某說我抽你媽。你剛為什麼要那麼大聲罵人呢？他輔助賣我還不能罵他嗎？永不團滅知不知道呀？第2把王者榮耀5v5我們打了快18分鐘啊，我這個 Turbo 5呢打團的時候幀率就會在110、115左右徘徊，不是特別穩啊。現在它還有92的電。Turbo 5 Max 什麼問題都沒有，它現在還有95的電。Neo 8也沒有什麼問題啊，現在還有94的電。你這個怎麼掉這麼快啊？我電池最小，按91了。我這個只有7000多電池，很正常嘛。然後芯片也不行、啊。又被他逮到這個時間說了。那麼我們接下來就來測一下信號吧。好的，我們現在準備來測一下信號。我們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呢。你在這在拍什麼？這個馬的眼睛嗎？別管。這個真我啊，上一次我們是沒有開那個增大亮度範圍的，然後這一次我們把它的增大亮度範圍開了。但是今天這個天氣比較陰，而且呢，其他2台紅米都是沒有環境色自適應的，所以我們把真我的環境色自適應也給關掉了。來吧，我們來開始點發送，點。哇，真我沒有導出，而且已經發完了。OK， 怎麼說呀？怎麼不說話了？很難說誰快一點了。為什麼導出也這麼慢呢？跟你一樣唄，時間持久一點。你這樣會讓我輕敵啊。還是 Turbo 5 Max 會稍微快一點啊，而且現在這個自動亮度好像是左邊的 Turbo 5會比較的亮一點啊。現在我們準備下載一個遊戲的安裝包啊，然後呢，這3台手機我沒有開關的自動亮度，2台紅米感覺是要比真我稍亮一點點的。來吧，點。真我跟紅米 Turbo 5 Max 差不多，中間的沒有被吸乾啊。中間现在哇，中間是 Turbo 5 Max 現在是最快的，哇，再搶。
现在他们都比真我快了啊，都把真我抢走了。后来居上，那韩宝也挺能骑啊。哦，感觉 Turbo 5 Max 要赢了呀，赢了。OK， 中间 Turbo 5 Max 已经下完了 ，Turbo 5开始飙了30，哇，继承这看能不 Turbo 5了，能哇，能不能？可不可以？哇呀，真我还是快一点点呐。我们现在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来刷抖音啊，先来慢刷。你这在真我刷的东西，我真的服了呀！你真的是有点癖好吧？哎呀，他自己给我推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看他怎么会给你推呢？哎呀，那点了没看跟我推呢。哎呀，肯定你也看了。我没看啊，慢爽没什么问题啊，来吧，加速。你也没什么问题好像。对，那我们再加到最快吧。最快的话，这个真我有点加载的问题，然后它有点不太跟手啊。感觉 Turbo 5 Max 也有一点，Turbo 5反而感觉比较好一点啊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电信卡来刷抖音啊，现在慢刷。你真的是有什么癖好？哎，你別管，慢刷感覺都沒什麼問題啊。我們再加速一點吧。這個中等速度感覺也沒有很大的問題啊。那我們加速到最快，爆刷。最快的話，真我是比聯通能好一點，但是還是不是很跟手啊。我感覺 Turbo 5 Max 也比聯通要好一點，感覺 Turbo 5都還可以。對啊，這個是 Turbo 5是最流暢的。對，無論是聯通還是電信，感覺都是 Turbo 5比較好啊。現在是中午的11:07分，我們採用了59分的手機。我剛剛看了一下，好像是沒有記錄桌面的時間啊。那到時候結束的時候，我們酌情加10分鐘左右吧。那現在我們準備照着地圖步行導航去甜品的地方吧。你誰的甜品啊？誰的甜品啊？啊？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Max 現在還有93的電啊，我的 Turbo 5只有88的電了。你有8還91的電。Turbo 5 Max 這個實時定位讓它飄了一下，本來是對的，你看它現在動了一下，它跑到路邊去了。而且你這個路線跟我們另外台也不一樣啊，你就直接到這個大馬路上了。哎，能走就行了，快走吧。走了一會兒了，朋友們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美團呀，來刷一看它有什麼加載方面的問題。3台手機都沒有什麼加載方面的問題啊。然後現在我們是對這個天的，今天是個大陰天，這個亮度是真我比較高一點了，這個增大亮度範圍確實挺有用的。我們剛剛已經開關過一次了。對，其他兩台紅米感覺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對，今天是沒有什麼太陽直射的，還是有點區別的，它這個明顯要亮一些啊。現在導航讓我們執行，當然我們選擇左轉，看導航會怎麼給我們規劃。走吧，我們往前走了10米左右啊，3台手機差不多同時，哎，他們的實時位置對了，但是並沒有規劃啊。我們繼續走，又往前走了20來米，3台手機表現非常一致啊，都給我們規劃了回頭的路線。3台手機又給我們重新規劃了，現在是執行的路線，又是同時規劃的。這個 Turbo 5 Max 美團怎麼卡住了？我給大家解釋一下，我們是走的過程中準備刷一下美團，然後2台紅米同時沒有網絡了，點這個重試沒有用，然後一幕它手機就返回，再進入，結果就卡住了。你看還是沒網。哎呦，澎湃 OS 發力了。哎呀，真我什麼情況？哎呀，真我非常的順暢，沒有任何問題，加載呢也很順暢呀。你退出再進。哎，沒問題啊。沒問題啊。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什麼意思？不是沒話費了，不是沒話費了。這個地方，哎，啥意思？為什麼就無法連接網絡了？外賣可以點，外賣可以。那個美食界面就刷不出來了。你點一下，哎，美食界面就是刷不出來。你呢？我先返回一下，我看我會不會卡住了。哎，沒有，它刷出來了又沒了。哦，那你們刷外賣吧，刷外賣吧。好吧，好吧。哎呦喂，哎，舒服着呢。哎呀，家人們，肯定不是我們沒有話費了，我們外賣都隨便刷，但是2台紅米的那個美食界面就刷不出來，得重新加載。難道針對我們紅米啊？這美團什麼意思啊？完了，也不會是美團的問題吧？因為真我沒問題啊，就針對我們紅米啊。我們被雲控了，我們2台紅米重新登錄了一下，就有了。有美食了，之前也是登錄的，而且這台真我也是登錄的，就是被 counter 了，好吧？就對我們紅米不利，你知道吧？觸發了什麼奇怪的代碼吧？美團是黃色的，真我也差不多是黃色的。啊，怪不得，硬他媽黑我！現在導航是讓我們右轉呢，我們還是一路向西啊。往前走了一段距離啊，我這個真我跟這個抽風了。這個是高德的問題。跟這個 Turbo 5呢都同時規劃了往前面的新路線呀，但是呢此時此刻這個 Max 也規劃，但是是往回的路線。我往前走也有一條備選路線了，一起走吧，好吧，一起走。為什麼要一起走？你為什麼要一起走？我們一起走，我們一起走，你別離我遠一點。還好吧，又往前走了不到10米，我也切換到了新的路線上了。10米啊？就10米。10米。我們這兒又做了一個路口啊，現在我的紅米 Turbo 5 Max 的實時位置是對的。我的 Turbo 5實時位置顯示在路上面啊，沒有 Turbo 5 Max 那麼精準。Neo 8跟 Turbo 5是一樣的，也是在路上。
但是你屏幕好亮啊！哎，那没办法，最大亮度就是这样子。又走了20来米，有张红米 Turbo 5 Max 的位置飘了一下，飘到马路对面去了，现在又飘回来了。我们2台水都没有变化呀，还是在马路上。我们在这里等一下紅綠燈，3台手機好像都沒有虛衝行走的問題啊。我們剛剛又多了一個路口啊，我發現我的紅米 Turbo 5 Max 規劃路線是在馬路對面啊，但是他們倆都是在馬路這一側。現在只有我的 Turbo 5 Max 實時位置是錯的呀，我們上去調理一下吧。那就是你去唄。都去啊，上來調理了，位置還是錯的。真我的實時位置沒有變化。Turbo 5也不對啊。我就說都需要調理吧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我們這個導航結束了呀，一共用時41分鐘。3台手機呢，其實表現都差不多呀，在我們測過的手機裡面都屬於中等水平了，並且呢，中間我們還刷了15分鐘的美團。現在我的真我Neo8還有84的電，我的 Turbo 5只有79的電了。Turbo 5 Max 還有85的電，現在是中午的11點52分，我們用了1小時42分鐘手機了。我們這次使用照度的時候，發現它的陀螺儀好像有點問題啊，就出現那種亂晃的情況。我們選的視角真隨也不是很真隨。我們上次測的3台手機裡呢，一加 S6T 只有它出現了這個情況，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問題還是高德的問題啊？接下來我們去廁所裡面測一下信號吧。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信號非常抽象的餐廳了，然後我們現在用聯通卡來打個電話吧。對。 2台紅米都很快通了呀，這個右邊的真我有點慢啊。我們現在進入到微信了呀，我們來發個表情吧。哎，3台都陸續出來了，最快的應該是 Turbo 5。我們現在進入到微博了，3台手機都刷出來新的內容，那我們現在重新來刷新一下吧。走。好像差不多啊，再來一遍。走。這是中間的最慢啊。好的，我們現在進入到抖音了呀。左邊的2台紅米呢都在加載，只有右邊的真我刷出來新的內容呀。我們嘗試一下，點一下評論區吧。3、2、1，點。Max 已經失敗了。這也這樣了吧？現在我們用他們的電信卡來打個電話吧。點。好，3台同時都打出來電話了。我們現在進入到微信了呀，並且切換到了電信卡，現在來發送3個表情吧。點。都差不太多。我們現在進入到微博了呀，3台手機都刷出來新的內容，再來重新刷新一下吧。哎，Neo8最先，其次是 Max， 這個 Turbo 5好像沒有反應啊。這個 Turbo 5過了一會兒才刷出來呀，那重新再刷新一下吧。這一次還是真我最快，然後 Turbo 5第2啊。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抖音很久了呀，只有左邊的 Turbo 5加載出了新的內容，右邊的2台呢圖片是裂開的，是刷新不了的呀。感覺是中間的這個 Turbo 5 Max 表現最差了，另外2台還有動的內容。我點評論區看一下，點。好像都不太行。我們到第2車庫來掃一下牆上的微信二維碼，1米的樣子都是聯通的4G 網絡，來吧。真我會稍微快一點的。現在我們離那個二維碼大概有4到5米的樣子，來吧。哦，還是真我有長焦掃出來了，那確實真我厲害一點啊。另外2台紅米基本都沒有放大，我們往前走吧。放這麼大都掃不出來嗎 ？OK， 啊，差不多。現在我們到這個很暗的地方來掃一下微信1米。啊，差不太多。現在大概離那個二維碼有3米的樣子，走吧。真我還是很快，其次是 Max 啊，這個燈亮了之後 Turbo 5再掃出來。我感覺這個 Turbo 5確實閹割了更多紙面上的東西啊，就是它這個馬達，我昨天用我以為是個轉子，就是它很多這種返回的這種觸控操作，它的震動特別的鬆散。但它輸密碼的時候呢，又跟這個 Turbo 5 Max 的緊緻感差不多，就很莫名其妙。它這個震動做的很不一致啊，這個 Turbo 5。準備去吃飯了，先來打新產，來看一下設置吧。我這個Neo8是120加至臻的畫質。Turbo 5 Max 也可以都拉滿。我這個 Turbo 5最高是60加超清加極高啊。這個天玑8500差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測9500S 處理器啊，那我們另外2台就把畫質什麼分辨率都拉滿吧，就不管這個8500怎麼樣了。這個8500我們之前也測過那個榮耀 Power 2啊，就它差不多什麼性能呢，我們也有數了。看這個9500S 跟這個8500能差多少吧，主要看他們倆的對比啊。打机器人之前報一下電量，我的 Turbo 還有74，真我還有80。
Turbo 5 Max 82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33分，我们用了2小时6分钟手机了，那我们赶紧开铲吧。我们来看一下3台手机的亮度啊，是右边的真我会稍高一点点吧。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真我这个亮度看得比较爽啊。那我们就把亮度统一一下吧。我们拍的120帧呢，这个红米好像跑不满120啊，感觉就在100上下浮动。确實，我都不好意思說了，我的真我88帧啊，你比他還稍微低個10幾幀呢。給我開GT啊！團戰拿起來之前呢，我一看是88幀，我以為是這個什麼系統特調，現在打開了還更低了啊。它這個幀率好不穩哦，那你開 GT 吧，開 GT 吧。你們倆都開吧。我也覺得你也得開了，你就在100，都開吧，算了吧。哎，不是你擱那叫什麼呢？我60幀很穩啊，就不用管了。這紅米拆了狂暴模式，感覺也沒有什麼變化呀。感覺就到這了吧。真我658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幀率也是沒有變化，並且遊戲相關的設置也是沒有打開的呀。就這樣吧，好吧，差也差不多，你比他低個10幀。我剛剛在遊戲空間裡面把那個什麼調到了高質量，又重進了遊戲，這個幀率也就這樣了。我們2台紅米的亮度都手動拉到了最高啊，感覺也沒有真我亮。比真我就稍暗一點點啊。這把鏟打了接近20分鐘，我覺得 Turbo 5 Max 應該是鎖90幀了。它現在就是91啊、93的樣子吧。真我非常穩定啊，穩定在80和70多幀啊，一直這個樣子。那就從頭到尾都這樣了。對對對，現在手機後面有點溫度啊，我們都把殼摘了吧，然後看它們幀率會不會有變化。他沒摘啊，他沒摘啊。哎，你那個就別摘了。等一下，好像又上100了。哎，啊不，現在又是89了，92，並沒有上。哎呀，我的90也鎖不住了，Turbo 5 Max 現在就70幀上下浮動了，70多吧。658還是很穩定啊，80幀左右浮動啊，最高86吧，我看的是。這遊戲打了35分鐘啊，我的真我最後鎖到了。OK， 你的真我 OK。我的紅米 Turbo 5 Max 最後鎖到了90幀上下。它現在還有69的電，我的真我全程幀率非常穩定，在80幀左右啊，一直都沒有變過，最低可能是60多，最高可能是個86、89的樣子。現在它的電量還有65%啊。我的 Turbo 5打的是60加超音量極高啊，全程非常穩定啊，畫質的比他們倆低一點。幀率也低一點，可不穩定。我現在還有65的電，感覺這個為什麼？感覺打了半個多小時，這個差距並沒有拉開啊。可能我這個天玑85功耗挺高的吧。那麼菜馬上上齊了，我們接下來就把手機這個大師來拍點照片吧。好的，菜上齊了，來拍一下照片，一倍拍全部，兩倍拍單個的菜啊。這個真我反正上一次才拍過嘛。兩個紅米的取景框，感覺還是 Turbo 5 Max 的要稍微好一點。到2倍這個裁切，感覺這個Turbo 5 Max 也不太行了，就那個碗的邊上太粉了呀，這個碗邊上沒有這麼粉吧？這個手機上看的也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。Turbo 5在2倍的時候就比 Turbo 5 Max 感覺要正常一點了。我們還特意把菜全部擺在這個光線下了，因為這個燈只打到這一邊。真我就感覺正常多了呀，也比較好看啊。它把那種帶點微粉的感覺還原出來了，很明亮，很鮮豔。看着還蠻有食慾的，真我的這個長焦微距就不是了，上一次試過了，大概也就是個25厘米、30厘米的樣子。吃飯期間我們就看 B 站幺2 8P 原畫直播，並且打開了彈幕。現在右邊的真我還是會稍亮一點點啊，你們拉的跟真我一樣吧？今天怎麼不要大碗啊？今天要當小碗帥哥，但是你有盤子。吃飯期間我們看了30分鐘的 B 站直播了，現在 Turbo 5還有59的電，真我還有60的電。Turbo 5 Max 還有65，現在是下午的1點59分，用了3小時19分鐘手機了。那我們出來就拍拍照、拍拍視頻吧。好的，朋友們，先來錄像啊，3台手機都可以 4K 60幀。雖然呢這個2台紅米啊都有這個超廣角，但是你一點呢它就會到 1080P 30幀啊，那就沒辦法了。就都用這個1倍了，我們也不變焦了吧，因為2台紅米只有1顆主攝了嘛，也沒有下一個焦段了。真我上次反正大家都知道它已經可以變焦了，但是它 4K 60幀也是沒有超廣角的。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是屏幕亮度是右邊的真我比較亮一點啊，其他2台就會顯得稍微的暗一點。但是現在我從屏幕上看這個顏色的話，其實是2台紅米會稍微準一點，更準的是 Turbo 5啊。好的，現在是 4K 60幀主攝啊，我現在慢慢的向他們走過去，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，今天也沒什麼太陽。又開始笑了，什麼意思啊？我現在看起來是紅米 Turbo 5 Max 會比較的真實一點啊，它這個膚色，但是3台手機其實都說不上有多麼的真實吧，真我還就是偏黃一點啊。這個 Turbo 5
好粉啊！它没那么粉的。我现在慢慢的转圈，大家感受一下吧，这个防抖。几个意思呢？几个意思呢？现在我离远一点，向他们跑过去啊，感受一下。OK， 现在我跑了转圈。我觉得Turbo 5的防抖好像稍微差一点，我再过来拍拍你吧。哦，你这个衣服的颜色，那就是真我的会稍微真实一点。我觉得两台红米都显得有点那种发粉色的感觉啊，粉红粉红的。你喜欢粉红吗？我喜欢美女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光线的话，是红米的两台会稍微好一点啊。真我这个还是偏黄的。我们准备用他们前置来录像啊，三台手机最高规格都是1080P 60帧。现在我来做一下前置的录像啊，先来看一下它们的亮度，其實是右邊的這個真我是比較亮一點的，左邊兩台紅米的差不多吧。Turbo 5 Max 屏幕會稍微亮一點啊。對對對。但是現在感覺這個顏色的話，還是 Turbo 5會稍微好一點。我感覺中間這個 Turbo 5 Max 有點那種粉粉的。嗯，對對對。右邊的真我黃，有點黃。那比較符合你的這個人設了，就比較像你吧。來，我測一下它防抖吧。開跑。然後今天是沒有什麼太陽的呀，就不測它的眩光了。今天就沒什麼眩光好看的了。我感覺清晰度好像也沒什麼區別。真我這邊感覺有一點點的那種銳化呀，感覺其實比較明顯一點。屏幕上看清晰度可能是中間的 Turbo 5 Max 會稍微好一點點。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間這個 Turbo 5 Max， 我這個頭髮上的這種細節感覺就要少一些啊，它對比度有點高了。真我這邊就感覺明顯一點啊。現在我們準備用他們的人像的前置啊，來拍一下照片。這個人像模式，這個中間的 Turbo 5 Max 就一直在縮啊。它設備到我們到多人，兩台紅米全都是0.8倍了。真我這邊就沒有辦法調啊。真我這邊確實現在這個範圍是要小一點的，但是我覺得紅米這邊真的這個對比度好高呀，就是頭髮上那種光照着上面的細節有點看不到了。哎，真我這邊還是好黃啊，感覺曝光也比較高啊。你們等我眼睛睜大一點好不好？要不然別人都看不到我的眼睛。好的，現在我們用他們的拍照模式的前置再來一張啊，兩台紅米也都是縮到0.8倍，這個真我也就說什麼是合影模式，但是也不能說呀。今天這個光線就不存在什麼正光或逆光了呀，來吧。我們現在準備用他們的後置鏡頭的人像模式來拍照片。Turbo 5呢，它只有一個1倍，它點一下可以到35，但再點一下它又回來到26了，那它就是1倍和1.5倍的樣子吧。Turbo 5 Max 呢就是1倍和2倍了，真我這邊就挺多的了，那我們就用它的1倍和3.5倍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這個取景器啊，兩台紅米呢，就顯得這個天呢比現在這個情況還要陰很多啊，可能 Turbo 5還稍微好一點，這個 Turbo 5 Max 又顯得這個對比度太高了呀。大家反觀一下真我這邊，太弱爆了，這個對比度又太低了一點了，這邊好亮啊，它又比今天這個實際情況感覺要亮一些了。說實話，我覺得沒有什麼很多好評價的。人像的話，真實呢感覺是 Turbo 5要好一點啊。但是我覺得也沒有人會因為它人像真實一點就會去買吧。好的，那我們再用他們的拍照模式的後置啊，來拍一下他們兩個人。這個焦段區別有點大，好吧？那我們就只拍超廣角1倍和2倍拍人了吧，其他地方我們再說啊。你手又放哪兒呢？這是，哎呀，這個超廣角我都感覺是這個紅米Turbo 5 Max 要稍微好一點啊，好糊啊，這個 Turbo 5，你怎麼手又收回來了？看到旁邊有人走過去了是吧？還搁這憋笑呢。真我還是有點偏黃啊，這個顏色不太對勁呢，感覺比真實的情況要黃一些啊，黃綠黃綠的。在沒有拍景的情況下，1倍和2倍我會選中間的這個 Turbo 5 Max 啊，這個真我感覺還是奇奇怪怪的，但是它有長焦。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拍一下景色吧。有一點綠樹啊，然後有一點什麼遠方這種景，我們就從0.6倍開始。最多拍到10倍吧。這個真我真的太黃了呀，它怎麼拍出來這麼黃呢？上一次就開始說了它比較黃了，你還真別說 Turbo 5這個顏色是顯得最真實的。Turbo 5 Max 的這個對比度顯得好高啊，看着不是很自然啊。哇，真我這個飽和度好高啊。Turbo 5就是解析力感覺不太行，顏色什麼的感覺還可以啊。接下來拖一個5倍吧，真我就調用長焦了，其他兩台就裁切吧。拍遠處那個橋啊，Turbo 5 Max 就已經感覺解析力有點跟不上了。再看一下 Turbo 5，
哇，这解析力就更差了。到了5倍之後，連那個橋上的顏色都分不清了。那個橋上其實是橙色的呀。其實到了10倍，這個真我感覺清晰度也不是特別高了。但是這個 Turbo 5 Max 簡直糊得，哦 ，Turbo 5就更糊了，而且都褪色了，那橋上欄杆都看不到了。那我們接下來再拍一下這邊的樓啊，超廣角不拍了。你們自己看真我這個顏色對勁嗎？手機屏幕上看的確實好黃，好黃綠啊！這個地磚啊，包括上面都真的太黃了。Turbo 5真的到2倍這個解析力就已經不行了。真我這一張用7倍吧，它畢竟給了一個7倍的這個快捷按鈕啊，這有長焦就好太多了。其他2台還是用5倍，再到10倍吧。其實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 Turbo 5居然還在拍照上感覺砍了一刀啊，它就顏色稍微正常一點點。馬年就快要到了，給大家拍一下這個在吐彩虹的馬呀。它的後面呢其實是做了一個裝置，叫做拍馬屁，我們剛剛都拍過了。真沒想到這個顏色確實是 Turbo 5會比較正常一點。Turbo 5 Max 這個飽和度也顯得比較高，但是沒有真我高啊。真我這個到底怎麼回事呢？這陰天感覺它拍照真的有夠奇怪的。這一張紅米我就用2倍了，真我就用長焦了3.5倍，硬件碾壓沒辦法。我們最後再拍一下對面的香港啊。這個梗是這樣子的，就是櫻木有一天呢，他突然在群裡面發了個照片，那個人是在直播賣那個什麼香港的旅遊啊，然後呢他說是實景拍攝的，然後我們一看那個地方就在對面，所以我們拍一下香港。維多利亞港嗎？維多利亞港，我操，香港人稱小長沙呀，今天大長沙嘛，不就是小長沙，顏色確實還是Turbo 5感覺要好一點，真我就直接切長焦了，拍對面。紅米我拉到個3倍吧，解析力我覺得就沒什麼好評價了吧，那肯定有長焦就會比較厲害了。再打一個10倍，拍對面的那種樓。今天這個霧霾感覺還是比較重的呀。其實我覺得紅米輸的也沒那麼徹底吧，輸在解析力了。那這個是硬件的區別，就有點沒辦法了。剛拍完照啊，我們現在來打微信視頻通話，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左邊的 Turbo 5，又黑，但是我的臉上又很粉啊。像猴子屁股一樣，我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了，好吧？這個 Turbo 5 Max 呢還稍微正常一點了，這個真我呢黃黃的、白白的、慘慘的，感覺被水焯了一遍。我們看後置吧，看後置吧。等一下，前置視角的話，真我稍微窄一點點，2台紅米區別不大吧？但是這個 Turbo 5真的好難看哦！別憋笑了，你真的惡心這個人。後置就感覺真我的這個對比度好高啊，太高了。還是 Turbo 5 Max 會比較正常一點 ，Turbo 5就中規中矩吧，清晰度也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視野的話，感覺中間 Turbo 5 Max 會稍微近一點點，區別不大吧。媽的，不知道為什麼就忍不住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每次到那什麼拍視頻的時候，就你一對我就想笑，要麼是看見這什麼真我這個呆口就想笑歪嘴，要麼就是什麼，不就是對大師暗戀。這個被真的惡心死了！剛那個焯不是那個焯啊，是被焯水的焯啊。10分鐘微信視頻打完了，現在我的 Turbo 5還有49的電，真我還有51的電。Turbo 5 Max 還有58的電，現在是下午的2點44分，用了3小時57分鐘手機的。接下來我們準備坐地鐵，那我們先刷信息流吧，先從抖音開始。抖音都知道我在休息了。哪裡啊？哦。行了，刷了10分鐘了，換小紅書吧。嘿嘿，搁這看啥呢？請你喝把子肉酸奶。你自己喝吧。又刷了10分鐘小紅書，換淘寶了，非常的正常。我沒有問你啊，為什麼你就這麼快？表明我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嗎？我們從地鐵站出來了，時間刷了30分鐘信息流，現在我的 Turbo 5還有43的電。Turbo 5 Max 還有54，這麼多了。你有8還有46的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們就使用百度地圖步行軌跡，然後穿下南门口的巷子吧。今天停了很多車啊，非常狹窄，那今天的路線肯定是重合了。我們步行軌跡記錄了快12分鐘啊，現在來看一下，首先是起點。起點就不說了，2台紅米全都在大馬路上拉完了呀，拉完了，就真我比較準啊，在這個地鐵站的上面啊。而且起點之後，後續的那條線2台紅米都很斜啊，歪歪扭扭。這個 Turbo 5呢，我們是從這條巷子進去的，它就直接從那個起點就往上，一直在往上到回頭路這裡了。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Turbo 5 Max 啊，它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，這個叫什麼呢？彎折吧，然後它也沒有在底下這條路上啊，也就是一直往上。真我這邊就好多了呀，大家看一下，對，我幾乎在這個路的上面，看到嗎？回頭路這個位置，3台手機大差不差吧，今天應該是有點交錯的，可能最接近的是 Turbo 5吧。是的，它後面那一節應該是要開一點的啊。然後這個 Turbo 5 Max 又到一塊兒去了，
真我其實也沒差到哪去吧。從回头路出來的這一節路還是真我比較在這條路上，大家看到了嗎？這其他兩台都偏到哪兒去了呢？完全偏完了，而且再往下拐的時候也不对啊。对呀，它應該到下面這條路上來了呀。你看這兩台紅米都沒有到。真我還算接近一點了，算有點穿樓，但是它的軌跡是比較正確的。两台紅米又拉完了。這兩台紅米在幹嘛呢？到學校門口這一段路呢，兩台紅米也穿完了，太偏上了。但是這台真我也穿了一點點吧，但它還是會比兩台紅米要靠近一點的。接下來就是中間的一些小路了，這個真我稍差吧 ，Turbo 5 Max 還可以，然後呢 Turbo 5也就稍差吧，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但是在兩棟樓之間呢，就很明顯了。這個 Turbo 5 Max 穿完了呀，都到69棟上面去了。對，然後 Turbo 5呢，其實也穿到69棟了。真我呢，差點就到了啊，也只能說真我稍好一點點吧。我們要屏箱這個位置呢，還是真我會好一點啊，它比較絲滑一點，而且它後面這一節也會比較在路上。但是Turbo 5 Max 就很明顯，它又不絲滑，然後也沒有在這個路上後面。這個 Turbo 5呢，前面還是比較在路上，在後面也偏出去了，好多歪歪扭扭的。最後一節比較開闊的古潭街，真我還是比較靠近路的，稍微有一點點的地方是出去的吧。但是两台紅米就完全沒有在這條路上，地了呀，如出一轍，把兩台紅米有點拉完的那個意思了啊。然後真我還是好很多的，那怎麼辦？你們兩個紅米財發部沒有優化好啊？現在 Turbo 5還有41的電啊，真我還有44的電。Turbo 5 Max 還有52的電，現在是下午的3點37分，用了4小時47分鐘收集了。接下來準備去河西了，途中會進入隧道，重點專注3台手機在隧道裡的導航表現怎麼樣。我們已經上車了，3台手機亮度也差不多，並且都是有3D 級車道導航的。現在他們的車道也都是對的，都是在最右側的。導航現在要我們左拐，但我們在直行啊。好，來看一下3台手機，先反應過來。Turbo 5 Max OK， 紅米 Turbo 5 Max 會稍微快一點點。我們掉個頭就要進入到隧道了呀。好，我們已經轉過來了。真我慢一點，真我慢了一點。我們現在就快要進入到隧道了，在左側的車道啊。3台手機都是左側車道，沒有問題。好的，我們已經看到隧道的前面有一個清障車了，它要所有的車都往右邊那條車道走。Turbo 5亮度是不是下來好多？對，只有中間的 Turbo 5 Max 的亮度沒有怎麼下來啊。好，現在很慢了啊，這個清障車就在前面了，我們已經到右邊來了。3台手機都沒有反應，而且我感覺都在播動畫吧，只有右邊的真我好像沒有在播，它跟其他2台紅米已經拉開了明顯的差距了。右邊真我不動，不是不播好像。好，现在我們又回到左邊的車道了 ，OK。真我現在動了，真我速度怎麼是0啊？跟你一樣唄。啊？跟睡着好，我們現在就要進入到這個岔路口了，好，已經進來了。完了，全部都落後了，真我落後的尤其多。Turbo 5 Max 先進了 ，OK， 其次是 Turbo 5，最後是真我，它狂飆。好，我們現在就快要出隧道了。你要睡就好好睡吧，你別看了，你反正看着看着也睡着了。他这是什麼姿勢都睡得着呢？導航了19分鐘到目的地了，3台手機主要是在進入到岔路口的時候都出現了一些問題，其中真我是滯後最多的。Turbo 5 Max 相對來說反應能快一點吧，但都跟我們進程不是準的。現在真我還有42的電 ，Turbo 5 Max 還有50的電 ，Turbo 5只有38的電了。我們用支付寶掃着中產單車二維碼吧。3、2、1，鬆。哎呦，還是右邊的真我會相對來說快一點點啊。哎，那個人包跟你一樣的，那個人啊，他包跟你一樣的啊。我這個也差不多，我這個舊一點啊，很髒了。那個人是誰啊？你認識嗎？失散多年的親妹妹吧。那是個男的吧？笑什麼呢？笑什麼呢？別在搞這什麼，健身操在這兒，拍吧。來吧，3、2、1，掃店門口的。幾乎一樣，但還是這個真我會快一點啊，快一點。對，感覺今天真我好像很多這種掃碼，包括什麼刷東西的這個還是慢，還要快一點的呀。是不是你們兩個太慢了，2個小米啊？我們到奶茶店了，並且重新開放過他們的自動亮度了。3台手機現在都是聯通的5G 網絡，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，現在準備發了。點，
哎，真我还是不用导出，哇，而且它巨快，完了呀，完了，爆杀，真我已经发出来了。虽然说它贵一点吧，但是贵的也不多，非常的划算呀。另外2个就几百块钱就开始克扣各种东西。你收了真我多少钱啊？他也没看到寄给你一台啊。OK Turbo 5先开始发了，它发完了，哇 OK Turbo 5 Max， 哎，最后还卡了一下啊，它是最慢的呀。说明什么？大不一定快，大且慢不好吗？他喜欢，我不喜欢。我们现在准备下载一个172兆的游戏安装包啊，来吧，用他们默认浏览器点。真我是慢点了一点点啊，它这个标太小了。都很快，没有啊，两台红米都很快，真我慢一点，只有2.6兆，哇，其他2台都有6兆多。你刚刚不是挺猛的吗？你们2个合起来吸我呀？怎么就吸你了呀？我可没有吸你，他这里被迫害妄想症，你知道吧？感覺最近這邊的信號又變好了，2台紅米非常的快啊。你是想被吸是吧 ？OK Turbo 5 Max 第一個 ，OK Turbo 5已經下完了，而且最誇張的朋友們，真我在他們2個下完之後，並沒有變快，甚至變慢了。你給我吸沒了呀？那肯定太能吸了唄。你看你這個速度啊，慢慢漲起來了，那傷情也不高啊，3點幾兆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我們現在來打王者榮耀10v10啊。遊戲相關的設置呢都關掉了，並且畫質呢是120加最高的畫質。現在來看亮度吧。這中間的 Turbo 5 Max 比較亮哦。那我們等下就把亮度都統一到跟 Turbo 5 Max 一樣吧。你剛才叫什麼呢？對面那個項羽硬的跟鋼筋一樣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進場了。哎，死了，哇，真的硬的跟鋼筋一樣，打不動它呀。幾個意思？喝一下櫻木的自製飲品，還有黃黃的。怎麼說啊？不好喝，因為沒有冰了，有點熱，太燙了。第一把王者榮耀10v10呢，我們打了15分鐘，除了 Turbo 5之外呢，都沒有什麼問題啊，網絡都沒有問題。Turbo 5的幀率就跟上午一樣，就打激烈團戰會在115左右。那麼第2把我們就把遊戲相關的設置打開吧。所以你也準備自製飲料唄？整一杯血腥瑪麗嘛。我操，這麼高雅！你別說，這個顏色還有點好看，爽嗎？不是，你又整上一杯啊？你別叫好吧，每次你都喝最多的，別人多喝點怎麼了？我就喝了一杯。誰家的小料你不清楚嗎？誰家小料？店員還問誰的呢？我的。真的惡心。奶凍很好喝。哎，你在這邊加就可以，別人去多搞一杯就不行。哎，真惡心。我沒說不行，我沒說不行。素質真的差。我說非常好，愛喝血腥瑪麗的孩子一定是好孩子。真的差你這個素質。傻杯。這個人素質好差怎麼辦？他素質真的好差呀！哎呦，你素質為什麼這麼低啊？你剛是海神嗎？真是個畜生啊！斬殺沒有斬落他。你剛剛罵的可不是畜生啊！真是個畜生啊！我純畜生。我真受不了，他剛素質太低了，我太畜生了！真是個畜生啊！我的天哪，一個搶頭，一個搶大機甲。你怎麼都紅溫了呀？畜生啊！你好紅啊！現在。畜生二人組啊！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就他打了2分鐘啊，過去一個平 A 拿下了。畜生啊！你又怎麼了呢？他說我搶到人頭了，這不很正常嗎？誰不愛人頭啊？我就愛人頭。誰也死啊！投降，立即投降。跟兩個畜生打了不到13分鐘，把這次比賽拿下了呀！反正我的紅米 Turbo 5 Max 沒有什麼問題的。真我6-8也沒有任何問題，非常爽。那你是畜生嗎？我是 Turbo 5沒有什麼太大問題，就幀率沒有特別的穩嘛，就是還會有稍時波動的。現在它還有23的電。你也畜生。Turbo 5 Max 還有40的電。你有吧？真我還有31的電。現在是下午的5點02分，採用了5小時56分鐘手機啊。那還可以再打一把吧，我們出去打吧。那個人真是的畜生啊！剛剛問他拉不拉屎，他說不去，現在又去了，而且他把麥克風帶走了。我們只能被迫先看20分鐘 B 站4.6幀視頻了。等一下再打王者啊！我們剛剛都開關過了自動亮度，還是真我的會稍微高一點。現在我們已經把它調成一樣了。然後剛剛上廁所的時候呢，就是那個畜生問我有沒有紙，不該給他的好吧，這樣他就拉不了了。咋了？喜歡我？畜生來了呀！能夠酣暢淋漓的拉大便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，你說是吧？不是，感覺就排貨排了一半沒排完呀，再去排一下，很快回來，把這個賣給你。真是畜生啊！這真畜生啊！拍啥呢？你不是喜歡我呢？感覺自己非常神勇啊，像趙雲一樣七進七出。還有進呢？啊？怎麼進的呀？進呢？怎麼進的？你告訴我，你會不會啊？時光倒流了吧？看完20分鐘視頻了，現在是下午的5點半，用了6小時18分鐘手機。
我的 Turbo 5 Max 還有37的電 ，Turbo 5還有20的電啊，真我還有28的電呀。我們正常來說差不多會用6個半小時的手機啊，但是還差一會兒，我們再補一把王者榮耀的10v10吧。你邊上做了個加豪，你看到了嗎？怎麼都加好了？你看他那個腿，長沙第一美腿。老子真盡力了。來吧，大機甲！望狂瀾於既倒伏，大廈之將傾啊！一個人把對面3個人引到了對面的高地啊！難道不是你被追殺嗎？剛剛在這叫什麼？我這真的是叫拉扯！看我到对面高地打，我在復活！他媽的，太 C 了！知道什麼叫傳奇英雄嗎？不知道。我的天哪！死了！我又复活了！我又复活了！沒關係啊，我有錢，我復活。剛剛開局，對面海諾說希望對面給我上點壓力啊。打到後面呢，我說不要叫了吧，我們可能要輸了。結果呢，這把贏了呀，兄弟們！這個海諾裝逼讓你飛起來。這把打了不到17分鐘 ，Turbo 5 Max 依舊沒有任何問題啊。Turbo 5就偶爾會有點小掉幀啊，還好吧？Neo 8非常的穩，沒有任何問題。現在是下午的5點50分，我們用了6小時39分鐘手機了，我的 Turbo 5 Max 還有32的電。Turbo 5只有12%了，真我還有23的電。那麼今天戶外體驗差不多到這裡就結束了，用了6小時40分鐘，但3台手機還有一些電呢，我們就在車上回放一下最高畫質的金铲铲吧，盡量把這個 Turbo 5的電給榨乾。我 Turbo 5回放的是60加超清加極高畫質的金铲铲。看看到時候3台手机還能剩多少電嘛，再給大家總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已经下车了。车上呢，我们回放了今天中午打的那把金铲铲，30多分鐘。現在我的 Turbo 5還有2%的電啊。OK。這我也很堅挺啊，還有6%的電。手機上顯示的是用7小時20分鐘，但是它沒有記錄到桌面使用時間，那差不多可能就是7小時35分鐘吧。我的紅米 Turbo 5 Max 還有19%的電。首先由我這個紅米 Turbo 5開始總結啊，今天最後還剩2%的電是有點虛的，而且今天一整天它都沒有任何出彩的地方，表現非常平平無奇。總之就是不太推薦購買啊。因為它其實相對於紅米的 Turbo 5 Max 是閹割了很多東西的啊，比如說這個指紋不是超聲波，並且它這個返回的震動也是調的稀碎的。雖然它這個 X 軸馬達，但是卻用出了那種轉子馬達的感覺啊，很鬆散，是的，彈簧感非常明顯，並且最後跟 Turbo 5 Max 是差了10幾的電。按照這個電池大小的差距，1000多毫安時差不多是這個數，但其實它今天一整天的負載是要比 Turbo 5 Max 差的，因為它金鏟鏟最高我打的是60幀的金鏟鏟，他們打的是120幀加至臻啊。看來這個天玑8500的這個能效比還是比不過天玑9500S 啊，這個芯片還是有點東西的。那麼其他就沒有什麼好說了，就不推薦購買啊，大家就去買 MX 吧。今天我就陪跑一下吧。如果你預算只有這麼多的話，那你可以去考慮紅米 K80 至尊。如果你想要一個較小的屏幕的話，那麼你可以去考慮上一下紅米 K90啊。這個 Turbo 5呢就非常尷尬了。那麼就交給下一位選手吧。好了，到這個表現比較好的真我 Neo 8來總結一下吧。我以為遇到2個很強勁的對手啊，其實不然啊。這個真我 Neo 8呢，在前2天是更新了一個小的系統啊，是什麼系統優化以及相機穩定性，但沒有什麼很有明顯的感知吧。首先，它今天表現比較好的幾個點呢，第一個是微信的這個視頻上傳啊，沒有導出非常快，就直接秒殺另外2位選手。第二點呢，是在它這個步行軌跡的時候，比其他2個呢不知道搞到哪裡去了啊，非常準確啊。有沒有可能是其他2個太菜呢？那也有可能吧，就給他們留點面子吧。第3個呢，是這次開啟了真我的最大亮度範圍啊。這個亮度一天用下來非常的舒服，就看着很爽，而且它亮度調節也比較的合理吧。對，所以說希望真我以後繼續保持這個開關啊，就是幹翻其他家。反正它今天這個續航表現，我覺得完全對得起這個8000的電池了。然後它表現不是很好的地方是這個遊戲性能釋放吧，在金鏟鏟的時候呢，它一直都是80幀，無論開不開啟這個 GT 模式，穩穩的80幀。其他的其實我還覺得挺滿意的，這個2000價位又有長焦，然後設計也是蠻好看的。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外觀的話，就完全可以買這台啊。那接下來就交給另外選手了。等一下，你的車載導航表現那麼爛，你為什麼不說呢？你是不是在包庇？那確實是要比另外2台要弱一點了。但整體來說，我覺得對得起這個價格，哎，我是很喜歡的。今年紅米 Turbo 5系列的導航表現是有點迷的，因為他們的步行導航都表現還可以，但是他們的車載導航表現有點差。再就是百度地圖的步行軌跡都不知道偏到哪裡去了，可以說是我們測過最差的那種了。2台紅米的今天整體亮度表現也是沒有 Neo 8那麼強的，確實。天玑9500S 的性能表現也就那樣吧。
開啟了最高畫質的金坦城，也打開了性能模式，也維持不住120，玩了15分鐘、20分鐘左右，也就鎖到了90帧呢。它今年表現好的比较是2台 Turbo 5在信号比较差的奶茶店下載速度都是挺快的，直接把那个 Neo 8给吸干了。但是他们俩微信上傳又都有加载的情況，非常久。今年 Turbo 5 Max 最後還剩19的電，我一天用下來表現還是比較滿意的，感覺比我們測了2次的 WinRT 表現會多着10%左右啊。反正感覺是比 RT 要好一點的。所以這次我們也沒有帶 WinRT 了。這個價位的話，還有榮耀 Power 2是1萬的電池。我感覺也會比 Power 2好一點，因為 Power 2它的遊戲性能開不了那麼高，太貴呀，它賣2699呢。而且它的外圍配置也比 Power 2好啊，那個轉子馬達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對，所以總的來說，我覺得 Turbo 5 Max 還是挺值得推薦了。至於影像部分，就讓大師繼續來說吧。這3台手機的影像，那毫無疑問就是這個真我 Neo 8比較強啊，因為它有一個長焦。但是真我的問題其實跟上次還是差不多的。第一就是它拍照還是會有點黃，那個顏色在屏幕上看就是黃綠的。根據我們上一期視頻那個成片來看的話，其實也是會有點偏黃偏綠的啊。2台紅米的顏色呢，就是 Turbo 5可能還會好一點，這個 Turbo 5 Max 呢就感覺對比度很高啊。然後在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，那個拍照他把那個盤子拍得有點太粉了，顏色就感覺不是特別的真實吧。Neo 8在拍美食的時候還是會比較好看一點的。然後這個 Turbo 5呢，影像就是掃碼吧。哎，說到掃碼，好吧，那還是真我 Neo 8會快一點，這個有長焦確實厲害一點，而且它進入那些頁面感覺也是會更靈敏一點的。整個系統的響應感覺都是比較迅速一點的。另外呢，3台手機的前置全都只能支持到 1080p 的60幀啊，在這個價位我覺得也就是夠用吧。微信視頻通話呢，感覺就是這個 Turbo 5啊會有點差啊，它把那個人拍的就是又黑，然後臉上又紅。而且 Turbo 5在這個影像上其實對比 Turbo 5 Max 也是小砍了一刀的，它那個主攝的解析力很明顯的是沒有 Turbo 5 Max 要好的，而且它的人像也沒有那個2倍裁切的選項了。就從這一點來說的話，我覺得都更推薦 K80 至尊了。我們之前在測 K80 至尊的時候，感覺它那個拍照其實就是沒有長焦，別的其實體驗還蠻好的。我最後還要補充一下啊，今天2台紅米都出現了那個美團美食界面莫名其妙加載不出來的問題啊，明明網絡沒有任何問題啊，其他界面美團都能加載，但就那個界面偏偏不行，並且呢，真我是沒有出現這樣問題的，莫名其妙呀。那必是 bug 呀。好吧。那我們也沒招了。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三連關注。更多精彩視頻，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。好了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還會跟這個人去拍一下這個真我 Neo 8的那個夜景視頻啊。我是誰啊？這個人，好吧，這個人就是這個人，帥哥。哎，這個出身，好吧。媽的，給他拍一下這個夜景的視頻就行了啊，其他2台紅米就算了吧。OK， 朋友們，我們現在來做一下這個真我 Neo 8的夜景視頻啊。因為上一期視頻好像有人在說想看一下照片，我們就不拍了，因為沒有什麼好對比的。現在是用它的1倍 4K 60幀，我看一下它這個長焦能不能在這個環境下調出啊？因為我們之前測有些機器它其實是在這個環境下調不出來的。現在是1倍，好，我現在開始拉，好的，看一下，哦，3.5倍它切了 ，OK， 它是切了的，但是這個效果挺差的。好黑哦，它最高是30倍啊，這是它的臉，30倍幾乎看不清楚吧。好，1倍 ，OK， 1倍之後就瞬間亮了，哎，但是我說到1倍之後，它這個測光感覺有點問題啊，那我重新打開，哦，它現在測光下來了 ，OK， 好，那我現在慢慢向它走過去，這就是純手持啊。好，大概就是這麼個效果吧。哦，它會提亮 ，OK。好，這就是對到它的臉，哎，有點失焦了。哦，它可能已經突破它最近對焦距離了吧？大概就這麼個效果啊，我覺得一般般吧，這個效果也就。